一部3流恐怖的小说霸榜畅销，而看过小说内容的读者全都成了暴力狂，不仅用斧子在街上群体分尸，还把丈夫剁成肉泥拌菜吃。这部小说究竟有什么魔力？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 UP 主电影迷小雅。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比较经典的惊悚恐怖片《战慄黑洞》。印刷厂的机器彻夜工作，忙着印出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恐怖小说。工作人员把小说送往各大销售商，这些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《战慄黑洞》。但在第二天就有读者被送进精神病院，这位读者就是男主约翰。尽管被关入禁闭房时他极力反抗，还口口声声表示自己没疯，医生和警察却都不相信他。还有更多的患者学舌说我没疯。为了让患者安静，值班医生不得不播放纯音乐，约翰也在音乐中镇静下来。然而他刚享受片刻安宁，广播里的音乐莫名暂停了，随即出现一只手敲门窗玻璃，他站在玻璃前左右张望，那只手却忽然消失。同时他的身后出现一个黑影，约翰顿时头皮发麻，浑身紧张，连忙说这个结局可真老套。黑影却告诉道这不是结局，他还没有读到小说最后的内容。旋即门窗外的手砸烂玻璃，约翰脑海里跟着闪回许多鲜血淋漓、恐怖恶心的片段。不过还没等他细细回想，那只手又砸烂了一次玻璃。约翰吓得没站稳，整个身体摔在床垫上，而他身后的门窗还完好如初。难道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吗？不久后，上面派怀恩医生来调查约翰。怀恩认为约翰的症状很典型，最近很多人都像他一样发了疯，可是只有约翰还保持交谈的理智，因此想以帮他出院为条件，要约翰说出自身经历。约翰已经适应精神病院的生活，还在墙上和身上画了大量十字架做保护符，根本没有出院的打算。但他很乐意和怀恩分享自己的故事。约翰以前是自由受雇的保险调查员，专门帮保险公司揭穿骗保的事儿，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，手段一流。被认定患有精神病前，他还在给本市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，由于出色的表现，赢得公司老板青睐。老板觉得是时候触发主线任务了。最近有家出版社申报100万赔偿金，声称他们的恐怖小说家萨特失踪了。老白怀疑出版社在自导自演商业欺诈，就是为了获得巨额赔偿，因此想让约翰调查失踪真相。两人坐在咖啡馆聊细节，完全没注意到对面马路走过来一位大叔。大叔手拿斧头，一脸煞气，走到咖啡馆的玻璃墙前，抬起斧头砸烂了玻璃。约翰和老板吓了一跳，两人一时间都忘记了逃跑。大叔跳进咖啡馆质问约翰：你读过萨特的书吗？约翰被问得一脸懵，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便见大叔高举斧头朝他劈来。好在关键时刻警察赶到，当场击毙了大叔，约翰侥幸逃过一劫。回家后打开电视，发现还有类似的新闻，萨特的书《战慄黑洞》在全国大卖，书店因为没有足够的库存，引起狂热书粉的骚扰打砸，这让他重视起老板的任务。第二天去出版社问情况，见到了社长和萨特的编辑琳达。从他俩口中得知，萨特是比史蒂芬金还要出色的作家，也是出版社最能赚钱的人。他的小说已经卖出电影版权和18种语言的出版权，但在1年前，他的书变得偏激诡异。萨特认为笔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，不是他虚构的，因此不再给出版社寄书稿。出版社不知道萨特的住址，只能延迟出版日期。可是2个月前再也得不到他的消息，萨特无故失踪，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但是约莫2周前，他的代理人收到一个包裹，里面竟然装着萨特新作的稿件。包裹上没有寄信人地址，代理人却肯定是萨特寄来的。可是他看完之后就疯了，成了前面那位拿斧头的大叔，在咖啡馆被警察击毙。尽管约翰觉得出版社夸大其词，萨特在他眼里只是个3流的恐怖小说家，之所以搞失踪这一套，完全是为了炒作提高知名度，出版社因此能赚更多的钱。不过在琳达的美貌攻势下，他决定先从萨特的小说中找找线索。7天晚上回家途中，他发现楼下的墙上贴着小说海报，
有一块海报不知为何被撕烂了，他刚想扯开瞧个究竟，隔壁巷子里揍人的声音转移了他的注意。原来是警察在教训涂鸦的人，他怕惹事上身，匆匆回家给老板报告进度，把狂热书粉的暴力事件定性为群体癔症，只要过了热度就会回归正常。第二天，他去书店买萨特的小说，书店的电视正播报新闻，声称书粉暴力事件已经扩大到波士顿和费城，有超过300人被抓进了监狱。这时有个帅小伙找约翰搭讪，说我看到了，他正在看着你。约翰只当帅小伙也疯了，拿了书回家熬夜看完，发现书中情节极其老套，就是黑暗中藏着怪物，人们在接触后全都发疯，最终也成了怪物。但因为文笔特别引人入胜，他居然看入迷了，中间撑不住睡着，还做了几次恐怖的噩梦。又是楼下的巷子，还是警察教训涂鸦者，但墙上的涂鸦已经完成，竟是白天帅小伙告诉他的，我看见了，而且警察长相恐怖，看起来根本不是人类。接着他身后突然出现一群手持斧头的人，把代理人大叔团团围在中间，那群人手法利索的乱砍分尸，断掉了手指头都能当食物往嘴里送。约翰被这个梦吓得浑身冷汗，可是出于敬业精神，他强迫自己继续在书中找线索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一夜的努力，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关键。萨特的书封图片全由他自己设计，每本书壳上都有莫名其妙的线条，把那些线条从边缘剪下来，再拼到一起，就成了一幅地图。地图中间有个特意标明的红点，名叫霍布斯的结局。但如果把地图和新英格兰地图对照，就会发现前者在英格兰中部，霍布斯的结局不是预告，而是一个在现实地图上未标明的小镇。约翰认为萨特躲在小镇，在和出版社说清推测后，他决定与琳达一起前往小镇看看。由于不清楚具体路线且车途劳顿，两人在路上轮流开车。轮到琳达时已经深夜了，他看到路上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路人，起初并没有在意，可是不久后他又遇到了第二位骑自行车的，这回路人成了白发老头，而且骑行速度极快，与琳达擦车而过后又莫名出现在前方。再次相遇，果不其然出了车祸，白发老头直接被撞飞，可他根本没有受伤，而是嘴里念叨着我出不去，他们不让我出去。随后汽车进入了黑暗。这里的白发老头和年轻路人应该是同一个人，他陷入了某种诡异的循环中。琳达虽然觉得奇怪，却想不通原因。之后开车时怪事频发，不仅汽车无缘无故腾云驾雾了，就连他自己也被莫名白光闪瞎了眼。等终于恢复视线，时间突然到了白天，汽车不知何时穿过一条短小的隧道，周围一片平静，没有任何异常。而他与约翰也奇迹般抵达了书中的小镇。小镇建筑是上世纪80、90年代风格，街道上没有行人出没，跟鬼镇差不多。这时琳达看到拐角跑来一条狗，狗狗身后紧跟着一群追逐的孩子，但在约翰的视角里，那边什么都没有。琳达连忙带他去小镇的旅馆，结果如他所料，这里的景色和萨特书中描述的如出一辙。旅馆内部也如书中所写的一样，墙上挂着一幅诡异的画，画中人会扭头观察顾客。老板娘是木讷的曼嫂，她在书中成了疯子，将丈夫剁成肉泥吃掉了。琳达怀疑他们闯进了小说里，毕竟萨特说过他写的故事都是真实的。约翰接受不了这种推测，他坚信自己活在现实世界，而且曼嫂不像个疯子，看起来非常的老实，这一点就不符合书中的描写。可是两人房间外的景色也和书中相同，窗外是一座黑色拜占庭教堂，根据书里的说法，那里曾经伫立着一个古老的教堂，住着一位年龄比人类历史还长的恶魔。后来教堂才被改成拜占庭风格，只保留了原有教堂的耶稣壁画。约翰和琳达去教堂确认时，果然看到了耶稣像。同时琳达再次看到一群追着狗狗的孩子，约翰依然什么都没看见。他没能推开教堂的门，于是想找证明打探情况。好巧不巧，3、4辆汽车直奔教堂而来。谁知琳达见到后连忙拉走约翰，声称汽车里的人全都有枪，不好惹。事实再次验明了他的说法，汽车里下来一群拿枪的大老爷们，对着教堂大门怒喊还给我。原来他们的孩子都被蛊惑进教堂了，蛊惑孩子的人正是失踪已久的萨特。
面对拿枪的证明，站在教堂里的萨特丝毫不惧，还能派出大量恶犬驱赶证明。但看到全程的约翰却认为他们在演戏，这一切都是出版社提前安排好的剧本，为的就是给萨特的小说炒作。他自认识破了计谋，决定联系媒体曝光。琳达大呼冤枉，因为萨特总是足不出户，出版社确实炒作了他的失踪，但小镇跟出版社绝对没有关系。他之所以知道那群人有枪，是因为看过萨特新作，而约翰看的是旧版《占领黑洞》，里面缺少持枪对抗的情节。在新作中，萨特把小镇定性为世界终结的起点，恶魔会回到小镇，逐步占领这里，把人们变成怪物。首先遭殃的就是孩子们，这也就能解释为何琳达能看到孩子和狗，约翰却看不见。琳达认为要离开小镇必须看完那本小说，只有这样才能跳到结局。但即便他使用美人计也没能说服约翰。约翰想直接开车离开，收拾行李去了楼下，没注意到车钥匙被琳达摸走了。他在1楼等琳达时，注意到墙上的那幅画，这幅画据说出自曼嫂之手，画中人物却长相畸形，毫无美感。约翰正要仔细检查，曼嫂却在柜台喊他。这位旅店老板顶着2个黑眼圈，看起来昨夜忙碌了一整晚，而且柜台下面时不时传出怪声。约翰本想探头看一看，余光忽然瞥见琳达匆匆往外面跑，他赶紧追了出去，没想到琳达居然把车开走了。在约翰离开后，镜头给到了柜台后面，只见一个赤身老头趴在地板上，手腕和曼嫂的脚腕靠在一起。这个可怜的老人想必就是曼嫂的丈夫，曼嫂终究还是疯了。约翰不知道现在的情况，他一肚子郁闷，没有返回旅馆，而是去镇上的酒店喝闷酒。酒店老板枪叔正是之前去教堂闹事的暴民。枪叔劝约翰快离开小镇，萨特把教堂的恶魔放出来了，恶魔先让孩子们变成了怪物，现在轮到了大人们。可是约翰坚信枪叔是受雇出版社的演员，没有把他的警告当真。那边的琳达为了看到小说结局，孤身前往教堂找萨特，想拿到新书最后的稿件。途中他被那群孩子拦住，表示他是他们的母亲，今天恰巧是母亲节。琳达没有理会孩子们的胡言乱语，她很快进入了教堂，找到萨特写作的房间。房间里的萨特正狂敲打字机，看到自己的编辑闯进来，不仅没有生气，还告诉琳达一个秘密。萨特以前认为小说故事是他想出来，后来他才认识到真相是他们告诉自己的，这个他们就是被封印在古老教堂里的恶魔。他们赐予萨特把小说变成现实的力量。琳达自从进来后一脸的如痴如醉，很明显是中招了。他在萨特的引导下看到了小说的新内容，全是小镇后面会发生的事儿。脑海中很快闪过一连串恐怖镜头，自己的双眼也流出了血水。琳达不仅不害怕，也不觉得疼，反而抱着萨特的头自我陶醉。萨特脑壳后面出现一团肉瘤，他应该也成了怪物。这时的约翰已经回到旅馆，他发现琳达还没有回来，焦急如焚找人时，琳达从门外扑到他怀里，连连嚷着我疯了。约翰担心他生病神志不清，赶紧去找曼嫂帮忙，岂料在柜台处没发现人，内线也打不通，而且墙上的那幅画又变了。原本2个看风景的画中人，这次变成2具长有触手的怪物，那一场景把约翰看得心里发毛。更恐怖的是，地下室传来惨叫声，他大着胆子去查看，结果看到变成怪物的曼嫂剁碎丈夫的画面。约翰连忙转头去找琳达，想带她立即离开，可惜琳达也变成了怪物，不出意外攻击了约翰。约翰吓得开车逃走，又在街道上看见拿斧头的一群人形怪，琳达被他们围在中间，似乎正在做什么庆祝仪式，想必和母亲节有关。约翰不敢继续往前走，躲进了旁边的酒馆。枪叔坐在酒馆里生无可恋，他身上全是伤，都是女儿抓出来的。女儿还杀害了自己的妈妈，枪叔不想变成没有自我意识的怪物，索性开枪自杀。这也是萨特在小说中给他设定的结局。枪声引来了街道上的怪物，约翰只能继续开车逃命。他还打晕了琳达一起带走，然而他以为自己脱离了险境，却不知道一切都在按照小说的剧情走，包括萨特给他安排的和琳达欢爱的狗血情节，还有爱人变身怪物追逐他的恐怖戏码。至此，约翰只能抛弃琳达独自逃走，可惜他还是陷入了怪圈，总是鬼打墙般回到小镇的中央大道。
看到阻拦在路中间变异的郑明，气愤之下，他开车朝郑明撞去，没想到把自己撞晕了。等从昏厥中醒来，他被关在一间封闭的忏悔室中。一阵光亮闪过，萨特忽然现身，和他炫耀自己的小说有多畅销。现在他的恐怖故事有了大量粉丝，变相的成了一种信仰。他的新书比旧作更能影响读者心智，一旦发行就会让全世界发疯。那些书粉会成为忠诚的信徒，信徒越多，恶魔归来的时间越短。不过他们的真身是旧日支配者，并非简单的魔鬼。约翰听完后还是不相信，萨特只好给他来点刺激的，从外面瞬移到约翰身后，一把将他的头撞向墙板。约翰撞得头晕眼花，脑海里再次闪过恐怖血腥的镜头，转眼整个人跌进萨特的房间。萨特刚写完新编的《战栗黑洞》，他把书稿交给约翰，要求约翰将其带出小镇，自己和琳达则要留在小镇加入新世界。萨特还告诉约翰一个惊人的秘密，他其实是萨特创造出来的人物，如同霍布斯小镇一样，原本是虚构的，但在旧日支配者赐予萨特力量后，他们成为了现实。所作所为早已被剧情规定好了。之前萨特的代理人大叔要杀约翰，就因为他读到了新书的内容，知道约翰会带着新书回去，代理人大叔要阻止约翰，所以才会在看到他时拿斧子劈他。约翰仍旧不愿意相信，他不想承认自己是故事的一部分。可是接下来他的动作却与小说中描写的完全一致。萨特撕裂了古老的教堂封印，露出藏在深处的黑暗深渊，下方传出恶心恐怖的吼叫。那些恶魔大军随即从深渊中走出，追逐拿着书稿的约翰。约翰眼看要被追上，周围景色却再度变换。他与书稿一起出现在一个岔路口，正是当初撞到白发老头的地方。这次骑车的不再是白发老头，而是一个年幼的卖报孩子。他的自行车和白发老头相同，应该也是同一个人。不过时间线往前推，世界线开始收束，形成闭环了。约翰这时还不相信自己是虚构的，也不想当萨特的工具人，扔了书稿，搭个顺风车，找了一家旅馆暂作休息。但他精神高度紧张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收到一个未名包裹，里面竟然装着被扔掉的书稿。约翰连忙放火烧了它，连夜坐车往市里赶。岂料本该在小镇的萨特突然出现，在车上导演了一场恐怖魔术，吓得约翰浑身冷汗，连连尖叫。但等他睁开双眼，却发现刚才的一切只是噩梦，车上并没有萨特。为防万一，他回到市里后调查了小镇，然而别人都说小镇是不存在的。他小区楼下还张贴着站立黑洞的海报，这次他撕烂了那块已经破损的海报，在下面看见自己惊恐放大的脸印在新的海报上，但隔壁巷子里却没有警察教训涂鸦者了。约翰感觉自己快被逼疯了，找到出版社社长说明了这段经历。社长就告诉他没有琳达这个人，他也没有派任何人陪约翰去小镇寻找小镇的自始至终，只有约翰自己。而且约翰早在几个月前将书稿交给了出版社，这时站立黑洞已经售卖了7周，下个月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要上映了。各大书店前全是疯狂的书迷，各地的暴力事件也日渐增加。政府只能将所有事件解释为群体癔症，而约翰终于成为了下一个代理人大叔。为了不让扭曲的信仰继续扩散，他拿着斧子在书店门口砍死了狂热书迷，自己则被认定有精神病，关进精神病院。见到了前来聆听他故事的怀恩医生，剧情和开头衔接上了。怀恩对约翰的话感觉匪夷所思，既然看书的读者会被影响成为怪物，没看过书的人能不能逃过一劫呢？约翰提醒他，电影快要上映了，看电影与看小说有同等效果。这让怀恩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离开前他保证还会回来，会带约翰从精神病院出去。约翰却不愿意去外面，还表示禁闭房挺安全的，外面将会陷入一场混战，人类即将迎来种族灭绝的危机，最后被从地球上抹杀干净。果不其然，在怀恩离开后，精神病院就发生了暴力事件。等约翰出门看情况，所有禁闭房的门都打开了，病人与医生全都消失不见，地上到处丢弃着萨特的新书，街上、商城与电影院也空无一人。面对世间巨变的约翰，却手拿爆米花，坐在影院里看着电影狂笑。荧幕上放着的片段，正是他经历的一切。
这里再次打破次元壁了，观众也看到电影，按照剧中的理论，观众也会变得疯狂，化身怪物。战栗黑洞在约翰的狂笑声中结束，不过他虽然笑得很大声，表情却极度痛苦，说明约翰还有自我意识。但在小说强制要走的红线剧情中，他永远无法做出 OOC 的行为。比如，尽管有烧毁书稿这个镜头，他却没能成功，最终还是把书稿交到社长手中。而且等恢复自我意识，他却没能想起那段交稿的记忆。因为这种记忆缺失的设定，整部电影的悬念感非常强，时间线也表现得很混乱。在最后骑自行车的孩子出现时，观众才会恍然明白过来，萨特的新书其实早就出版了。及至约翰撕海报的镜头出现，露出海报下另一张有着惊恐表情的海报，无疑证明早已出版的说法。现实世界也陷入了无法挽回的混乱暴力，而约翰在被剧情支配与自我的拉扯中没能胜利，他还是被剧情支配，成了书中意识觉醒却可怜无助的 NPC。战栗黑洞上映于影史最辉煌的1994年，剧情构思与电影镜头都极具艺术性，惊悚恐怖的塑造也承袭导演卡朋特在1982年上映的怪形那种模式，利用一件件无缝衔接的小事，将主角推向绝望的深渊，同时给观众留下细思极恐的结局。建议大家有时间去看原片，最后别忘了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